脚踏实地的感觉真好啊！走吧，我带你们去见普罗米修斯。不过你们可得先答应我一件事：看到他的时候，记得控制一下你们的表情。啊？嗨，我们回来了。等等，你别告诉我，这就是普罗米修斯？维塔那是破坏了他的身体，好在他早有准备，将自己的意识模块事先迁移到了腿部，之后又就地取材，迁移进了这个负责职业选拔的兽里机甲。虽然暂时没法修复以前的身体，但普罗米修斯依然能和大家正常交流，对吧？尊敬的00003号访客，很抱歉，本机不理解您的问题。如需获取职业，请说1；如需约见使者，请说2；如需提供建议，请说3；如需更换声线，请说4。你这是在和我开玩笑？不，本机并不是在跟您开玩笑。如果您需要玩笑，本机将立刻进行检索，竭诚为您提供优质笑话。你和他的对话已经够好笑了吧？了解，已将该段对话添加至笑话库。你们十一起罗，不然你说个2试试？为什么不先说4呢？啊，4！如果想激活兽里机甲的自动防御模式，各位可以继续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。普罗米修斯，不必感到意外，我只是回收了原机体的可用材料，借助这台机甲又打造了一副新机体罢了。这就是魂钢的优势。然而，对于没有调整它的声线而造成误会一事，我的确应该说一声抱歉，绮罗小姐。算了，本身也不是什么大问题。你们难道不觉得这样低头弯腰的和他讲话，实在有点别扭？时之律者，我理解你的意思。那么，就让我换一个不占便宜的沟通方式吧。这样如何？不错呀，想不到你这小身板还能弄出这么鲜活的投影，难不成这也是你的备案之一？我不介意你这么想。等等，仔细想想，你现在这个模样，小巧精致，功能齐全，还会说话，带出去遛弯肯定特别有面子。时之律者，如果你喜欢，我可以为你量身打造一副这样的身体。那不用，我自己可以。为了后续的合作，你有必要为我解释其中的原理。当然，最好也能一并说明我迁移自身意识期间发生的一切。唉，可以了吧？再说我嘴皮子都要磨破了。可以了，感谢你的耐心。事实上，我这边也确认过岩雪圣城居民们的情况。从理论上来说，他们与我的情况类似，意识被重新激活，再度支配了自己的身体。作为独立于
作为独立于中焉的律者，希尔对自身全能的运用，的确可圈可点。无论如何，除却部分暂时失去联络的同伴之外，这场冒险的结果令人欣慰。你是指石头博士和米斯特林？是的，不过他们的情况不能一概而论。此话怎讲？也对，毕竟石之律者当时不在场。对于薛定谔博士的存在方式，先前我们已经探讨过。基于此，维塔对他的干涉，多半是切断了他与2个世界炮之间的联系而已。在所有的规则不再生效的当下，薛定谔博士与我们重新取得联系只是时间问题。但米斯特林的情况就复杂多了。因为诞生方式的局限，米斯特林自己反而需要唯一的实体来出入圣痕空间。换句话说，当他决定以毁灭自身的现实存在为代价投生能量洪流时，实际上也就放弃了短时间内重返实数世界的机会。若想再度苏醒，重新拥有实体，他将要面对的不仅是时间，还有概率。虽然从统计学的意义上，这两者并没有本质差别。如你们所见，0014号与0015号已离开了圣痕空间，这意味着将他们置入圣痕空间并加以管理的米斯特林的确消失了。所以，在解决危机之后，你打算留在这里等待米斯特林吗？你想多了。我不会等待，我会尝试解放他，无论他身处何方，就像他曾经拯救了我那样。我明白了，祝你和米斯特林好运。谢谢。不过，我还有一点必须说明，你们在本真世界的朋友或许很快就会抵达这里。在此之前，如果你们还有什么需要提前做完的事，请抓紧时间。